红雨漂泊，泛起了回忆，怎么解？你眉目如当年，流转我心间。渡口近日，有网友在香港偶遇刘亦菲，恰巧拍到她又在撕自己的嘴皮，这顿时引起同样爱撕嘴皮的网友们的共鸣，纷纷表示，终于和女明星有项共同的爱好了。好，接着我们要说到，咱们每个人啊，可能都有过把手上的倒刺儿、撕嘴唇上的死皮这样的经历啊，听上去很正常。可是，如果一个人特别爱干这样的事儿，医学上呢就会认为他生病了。这病的名字叫做皮肤搔抓障碍，这病啊得治。其实呢，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一种疾病，我们叫做剥皮障碍。下意识的、不自主的去撕抠自己手边的这种皮肤的角质层以及嘴唇的这个皮肤。另外的话，其实在医学上，我们有一个专有的一个名词，叫做皮肤搔抓障碍。那到底是因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呢？其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个强迫症。患者呢，他通过这种搔抓、抠抓以后呢，他其实就获得了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放松和一个满足。因此呢，他有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习惯性自我满足，同时会伴有一定的焦虑或者呢抑郁的这种心情。长时间这样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所俗称的这种抠皮症呢，其实它包括好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叫抠倒刺儿，引起我们甲周皮肤的红肿、感染和疼痛。抠嘴皮还是结痂，本身就会造成皮肤的损伤，那么有了伤口就会为细菌的这种入侵造成一个可乘之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怎么处理呢？我们现在通用的一个治疗方法呢，我们叫做认知疗法，或者呢用转移注意力的这种方法，也就是说让他把他的注意力或者他的目标从他想撕接的这个对象上去移开。这下您知道了吧？为了身体健康，可以减去倒刺，护理嘴唇，可不能总是拔倒刺和抠嘴皮啦。除了刘亦菲，还有许多明星也是撕嘴皮爱好者。张碧晨曾经特意发微博表示，冬天就是撕嘴皮的好季节。陈乔恩更是直接在直播中表演撕嘴皮。不过，把手放在嘴边，不一定都是在撕嘴皮，有的人可能是在啃指甲。比如香奈儿深圳大秀上，王一博作为品牌大使，坐在香奈儿全球 CEO 和亚太区 CEO 旁边啃指甲。事实上，这些撕嘴皮、咬指甲、揪头发的行为可以统称为聚焦于躯体的重复性行为 Body Focused Repetitive Behavior BFRB， 指任何重复性的自我修饰行为，从而导致身体组织的严重受损，包括咬假皮、长期重复啃咬指甲及周围皮肤的习惯性行为；抠皮症，重复的抠咬、撕包自己的皮肤；拔毛皮，习惯性的拔、拽身体上的毛发的行为。聚焦于躯体的重复性行为，一般可分为无意识型和有意识型。前者通常发生在我们专注于某一项任务时，如阅读、思考、打电话，我们会下意识地抠皮或拔毛；而后者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以目标为导向，可能是为了寻找特定的毛发，也可能是为了缓解焦虑和压力。2008年 Flessner 等人发布在行为研究和治疗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不到 0.01% 的人只经历无意识型或有意识型，大多数人同时存在两种类型。为什么喜欢撕嘴皮？整体来说，一是因为习惯养成了无意识动作，二是为了调节情绪，三是保证嘴巴的平整。首先，撕嘴皮习惯的养成很可能从小就开始了。2017年，卢布林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 Seek 等人对一位16岁拔毛皮女性患者的研究报告中显示，童年创伤经历诱发了拔毛行为的出现，而患者在事件发生后缺乏安抚和关注，这导致其拔毛行为持续了数十年。而且2006年发布在临床心理学杂志的一项研究也表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与 BFRB 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也就是说，撕嘴皮、啃指甲、揪头发等习惯是人们在应对童年伤害中，因为无法从外界获取安慰，只能形成的一种自我舒缓、调节的手段。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调节情绪的需要。人在被焦虑、压力、无聊和抑郁等负面情绪驱动，又不知所措的时候，会重复一些简单的动作。这时不需要其他东西，有手就行的撕嘴皮、啃指甲等行为，能够提升情绪，产生成就感，就成为解压的好方法。2014年 Roberts 等人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的论文表明，有 BFRB 行为的人病患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的几率较高。来自外部的压力让他们感到焦虑不安，但他们能够通过 BFRB 进行适应性调节。但有些人为了避免撕嘴皮、啃指甲等行为，会进一步产生紧张等情绪，从而加重了 BFRB， 陷入 BFRB 行为和情绪调节的恶性循环。事实上，这种情绪调节其实是一种心理的代偿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无法实现最初的目标时，通过其他类似的方法来代替和补偿。人们的负面情绪往往来自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因为无法实现期望的目标，或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努力和成本过多，而感到沮丧、焦虑和压力。这时候起皮的嘴唇出现在你眼前的镜子中，或被你的手触摸、感受到了，情不自禁就想要通过撕这个带有攻击性的行为来向外发泄，释放自己的情绪。随着嘴唇在自己的努力下变得平顺，那种能够控制自己身体的成就感和征服欲，甚至是破坏欲，就取代了先前的负面情绪。而又因为嘴唇的修复能力较强，就算撕破皮了也能很快恢复，于是撕嘴皮就成为了成本低、见效快、可重复的代偿行为。值得一提的是，撕嘴皮等类似行为的进行，还存在着自我梳理欲望的驱动。有网友表示受不了嘴唇不平顺，正表明了他们对自己身体的苛刻要求，通过撕、剥、啃、咬来改善身体上的瑕疵和缺陷，提升身体自尊及个体对自己身体或外表的评价。也就是说，较低的身体自尊意味着对自己身体的不满意，会促进撕嘴皮等 BFRB 行为的发生。好了，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